女人第一次应聘保姆，可刚一坐下，裙子竟不慎裂开。于是为了避免尴尬，她只好急忙脱下外套系在了自己的腰间。而就在她庆幸未被女主人发觉时，其丈夫走了出来，还热情地与她打起了招呼。Louisa Clark。而面对富豪的热情相待，伊莎遮挡大腿的行为也都被女主人看在了眼里。于是她毅然决定留下这个看似朴实的女孩。Would you like the job? Yes. Good. 而这份工作不仅报酬丰厚，其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只需要陪伴她瘫痪的儿子聊天解闷即可。听到这里，伊莎的喜悦之情不由得溢于言表。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高兴的还为之尚早。第一次与老板见面，她就被老板怪异的模样惊呆。原来这份高薪的工作也并非女主人说的那么简单。直到老板不经意间瞥见了那裂开的裙角，他这才停止了刚才的丑态。原来威尔并不想接受陪护，并且已然用这种方式吓跑了多名前来的应聘者。而伊莎原本也不想留下，可家里窘迫的处境却逼着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不仅父亲被迫下了岗，而母亲也需要照顾生病的外公，就连姐姐还想要继续完成大学学业。于是家里所有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伊莎的头上，她不得不接受这份看起来薪资还不错的工作。于是第二天，伊莎如期前来上班。可当她走近一看，威尔却眼神紧闭。无论她如何尝试唤醒老板，可他却仍旧没有丝毫的反应。原本以为又是老板的恶作剧，直到威尔的专属医生前来，才得知威尔无法如正常人一般排汗，稍微的一丝着凉都有可能危及其生命。也就在这时，威尔手腕处暴露的伤疤瞬间映入了伊莎的眼帘。她不敢置信，明明已家常万贯，衣食无忧，为何还有想要轻生的想法？直到这天，她无意间听到了威尔父母的吵闹声。原来他们的儿子将在6个月后被执行安乐死，而这正是威尔自己的想法。父亲希望尊重儿子的决定，可母亲却无法坦然接受。It's his choice. This is what he wants. He's my son! Yes, he's my son too! You know how much pain he's in. 此刻伊莎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合同期限之所以只有6个月，竟是因为这也是威尔生命的最后篇章。得知真相后的伊莎开始心不在焉，她无法与一个即将离世的灵魂终日的朝夕相伴。于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将想要离职的想法告诉了她。可姐姐却认为，如今家里正捉襟见肘，并不是辞职的好时机。而这份工作不仅仅可以带来高回报，还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让威尔改变轻生的想法。而伊莎也如梦初醒，或许她的工作不再是保姆这么简单，而是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次出现在威尔的面前时，伊莎都像极了一只花蝴蝶。 Good morning. 他希望用自己的快乐改变老板想要轻生的想法，然而现实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只是一个偶然间目睹了威尔以前的照片，可这无意之举却激发了威尔脆弱的自尊心。Thinking how awful it must be to have lived like that and ended up like this. The rest are in the drawer if you'd like to snoop around further. 这天他在喂老板吃饭时，可却不慎洒落了一裤裆，虽吹干了裤裆，可却仍旧没有温暖威尔那颗冰冷的心。直到不久后，威尔的女友和好兄弟前来探望，而这原本是件高兴的事，可却从他们的言语中得知昔日相爱的女友已与他最好的哥们走到了一起。威尔努力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毫无干系。可待到他们走后，一阵剧烈的声音从屋内传来，而待到伊莎赶来一看，原来威尔摔碎了以前的相框，也摔碎了他曾经的青春。 Right, well, you better not move until I've cleaned that up, because I've got no idea what I'd do if you pop a tire. 下班后，她急忙将此事分享给了男朋友，原本只是想共情下老板的悲惨遭遇，然而史上最荒诞的行为，却莫过于期望别人与自己感同身受。果然，男朋友听后也只是当作笑话一听而过，甚至还打趣老板该如何生小孩。第二日上班，伊莎主动的修补起昨日摔碎的相框，想要给老板一个惊喜。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看到修补好的相框，威尔的脸上不仅没有丝毫的愉悦，反而从口中吐露的是一连串极其尖锐的言语。 You don't have to be an arse. Your friends got the shitty treatment, fine, they deserved it. I'm just trying to do my job as best I can. And what if I said I didn't want you here? I'm employed by your mother, so unless she says she doesn't want me here anymore, I'm staying, care about you, or particularly enjoy your company, because I need the money. 这是伊莎第一次反抗老板，但自此以后，威尔对伊莎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开始想要了解女孩的一切，于是这天晚上，他邀请了伊莎一起看电影，电影十分精彩。 但威尔的目光却时不时地落在了伊莎的身上，直到影片落幕时，伊莎依旧沉浸在电影中难以自拔。That you like the film?
I loved it. 此刻，威尔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没想到伊莎竟与自己有共同的喜好，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Where did you pick up your exotic taste? 原来他原本的梦想便是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可由于家境贫寒，梦想也不得不暂且搁置。You need to widen your horizons, Clark. You're gonna get one life. 而伊莎深知从小富裕的威尔无法理解为了生存而放弃梦想的无奈，于是只好随意的敷衍了过去。伊莎不再如往常般小心谨慎，威尔也开始露出久违的笑容，而这一切也都被母亲看在了眼里。或许这个女孩真的可以拯救儿子的命运，就连医生都说道，伊莎是第一个让老板展露多次笑颜的人。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老板的身体并不乐观，并且随着天气愈发的寒冷，威尔再次着了凉。于是这一晚，伊莎没有回家，而是特意留了下来照顾生病的老板。空闲之余，他翻看了老板曾经的视频，这里记录着他往年的风采。那时的他仿佛有一股用不完的活力，几乎每一项运动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可因为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将他与这一切无情地离开，也成了他再也无法触及的伤痛。Shouldn't you be at home? You stuck with me. 于是伊莎唱起了小时候母亲唱给她的儿歌。 I will live, I live in a funky land. So I live like a 因为五音不全，逗得威尔开心不已。这一晚，他们各自讲了许多曾经的快乐与糗事。伊莎说道，小时候妈妈给她买了一条大黄蜂裤袜，她那时候每天都舍不得脱下，只是可惜现在再也买不到了。然而伊莎不知道的是，威尔已将她说的话都记到了心里，而他们的心也开始渐渐地向彼此靠近。第二日清晨，在一缕温暖阳光的照耀下，伊莎第一次决定帮威尔剃除胡须，而随着剃须刀轻轻划过，并随着最后一缕胡须的脱落，一张英气逼人的脸庞逐渐显现。伊莎也不由得看得着迷，原本以为日子会这样简单平凡地过下去，可随着一封瑞士的信件到来，却打破了这份宁静。威尔还是没有放下离开的念头，而伊莎也陷入了莫名的痛苦之中。于是她再次找到了姐姐，诉说了内心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老板的决定，那么不如帮助威尔过好余下的人生，或许玩得开心，他也会留恋人世间的种种呢。于是一个奇妙的点子在他的脑海油然而生。第二天，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威尔的母亲。然而没想到的是，当得知伊莎想要做医院清单时，其父亲与母亲竟都对伊莎的决定表示了同意。 Let him do it for himself. Will needs to be allowed to feel like a man. 紧接着，伊莎便时常穿越在图书馆，学习着一些残疾人旅游的经验。这一次，她不仅希望可以帮威尔完成愿望，更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她相信旅行会是一趟心灵间的洗礼，或许也是改变威尔想法的最后一次机会。很快，他们便踏上了出发的旅程。可刚一下车，轮胎就不慎陷入到了泥里。无论他和医生如何推动，轮椅都行走得十分艰难。此时，那无语的表情已挂在了老板的脸上，可伊莎却丝毫没有发觉，甚至开始大声求援。然而，这也让本就自尊心强的威尔显得更加难堪。就这样，在众人的帮助下，威尔终于从泥地里推了出来。可这样的特殊优待却是以前的威尔嗤之以鼻的。随后，他们来到了马场。伊莎认为3号马必定会赢，可威尔却不这么认为。而当等到比赛开始时，伊莎所压住的3号马却是最后一个缓慢地走出来。此刻，对威尔那精准的判断，伊莎也不得不服。紧接着到了享用午餐的时间，却没想到这里的餐厅禁止接待顶级会员，于是伊莎只好好言恳求服务员，破例让他们留下用餐。可谁知服务员的尾巴翘上了天，不仅不卖会员，竟还让他们去路边小摊。 Oh, come all this way. I think Will wants to go home. 无奈之下，伊莎只好甩下狠话离开，而这也让威尔丢尽了脸面。可他却并没有丝毫的反感。于是第二次出行，伊莎投其所好，拿出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并且为了参加晚会，伊莎也盛装的打扮了一番。而她的美貌也让威尔不由得眼前一亮。可就在等待演出的同时，威尔的脖子不慎被标签卡住，而伊莎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竟直接尝试用牙咬掉标签。 Got it. We'd just be grateful it wasn't in your trousers. 随着音乐的响起，伊莎不由得沉浸其中。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音乐会，而威尔的目光却依旧不忘飘向身旁的伊莎。待到音乐会结束，威尔久久不愿下车。 I don't want to go in yet. Just want to be a man.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在车内，仿佛只有在此刻，他才能找回一丝男人的尊严。很快到了伊莎
生日的当天，威尔也受邀来到了伊莎的家中。而就在生日会进行到一半时，伊莎的男朋友才慢悠悠的到来。可见到伊莎贴心的为老板食物和擦去嘴角的残渣时，一股莫名的酸楚在她的心头油然而生。饭后，大家都为伊莎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而男朋友的礼物原本应该是特别的存在，可打开包装一看，项链上却是男朋友自己的名字。或许他爱伊莎，但似乎他更爱自己。紧接着到了威尔的礼物，只是那精美的蓝色礼盒便已然将男友的礼物打败。再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条伊莎最喜爱的大黄蜂裤袜。不得不说，威尔是花了心思的，而伊莎也乐得合不拢嘴。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经此一番，男友那心头的酸楚也愈发的浓烈。于是在临走前，男友故意将伊莎搂在了怀里。 You're a lucky man.She certainly gives a good bed bath. 而威尔的故意使坏也成功的让男友心怀芥蒂。第二天，威尔收到了一封信件，正是前女友的结婚喜帖。而在参加婚礼的前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座古堡，这里曾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他与前女友初次相遇的地点。Oh, I think this would still be my favorite spot. That's because you haven't been anywhere. Oh, so where's better than this then? Paris. So let's go. We could get on the Eurostar right now. I don't want those memories erased by the struggle to fit behind the table. 并且那里也没有可以给他的轮椅充电的地方。伊莎听后，她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忧伤与理解。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但那种极致的无力感却是感同身受。然而伊莎怎么也不会想到，威尔除了带她看美景，还有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当伊莎下班回家后，才得知父亲已找到了工作，而工作的地点正是那座古堡的管理员。于是她疑惑地给威尔打去了电话。I thought you'd be pleased. And it means... It means what? It means that one day you can go off and spread your wing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veryone else. Be yourself first for once. 很快，前女友的婚礼便如期而至。可看着前女友穿婚纱的模样，还是让威尔的心头不由得泛起一丝感伤。如果那次意外不曾发生，或许结果又会变得不一样。而在婚礼的间隙，一位阅历丰富的女士说道：“新娘的眼光并不好，虽然新郎体格健壮，却不是什么好人。而威尔虽然残疾，但是人品却并不差。”到了舞会时刻，伊莎当作众人的面坐进了威尔的怀里，他们就这样在舞池中央跳舞。这一刻，仿佛他们就是真正的情侣。To know something, Clark, you are pretty much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me want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Anywhere in the world, just you and me. What do you say? Okay. 原本以为明日起床便可以按照约定前去旅行，可第二天醒来，威尔却因为着凉感染了肺炎。因为特殊的身体状况，一项轻微的感染都有可能会变得异常的严重。他轻声地呼唤威尔，可威尔却似乎无力回应。这时的伊莎才意识到，威尔的身体似乎真的很脆弱，就连照顾了他2年的医生都说道，他这2年内光肺炎就发作了4次，还会经常梦到自己在跑步或者滑雪，可醒来又会再一次受到打击。所有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I can't judge what he wants to do. That's his choice. But that was before. I want him to live, but only if he wants to live. 可伊莎还是无法接受威尔的决定，于是打算等威尔恢复后，带他继续踏上一场神秘的旅程。但这一次，他希望医生也要跟随一起去，而医生也没有拒绝。可伊莎的男友却坚决反对他的计划，他认为伊莎的关心已然超过了他的职业范畴。 But he needs me. I know. I'm sorry. 而男友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但即便相处了7年，可真正给予伊莎的关心却是少之又少。很快，他们便踏上了出发的旅途，来到了美丽的夏威夷。自己6个月的合同即将到期，他希望这个轻松愉悦的环境可以改变威尔最后的想法。陪护医生负责体验所有的项目，而伊莎就陪在威尔的身边，一起吹着轻柔的海风，一起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夜晚，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可威尔却不想关掉门窗。此刻，他无比珍惜大自然的每一分每一秒。紧接着，伊莎想要帮威尔整理好被褥，再回房间，可威尔却希望伊莎留下来。尽管屋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然而屋内那份潜藏的爱意却早已悄然升温。第二天，在威尔的建议下，伊莎第一次尝试潜水。然而让伊莎没想到的是，潜水竟是如此美妙的体验。而这一次的旅行，与其说是伊莎带威尔散心，却不如说是威尔想陪着伊莎见识更宽广的世界。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很快便到了晚上。伊莎在海边翩翩起舞，可那笨拙的舞姿却逗得威尔开心不已。此刻，伊莎坚信威尔一定不会再放弃生活下去的勇气。 I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You know about this. Listen, I know this is not how you would have chosen it. You never saw me before. I can't be the kind of man who just accepts this. 伊莎试图劝解威尔不要放弃，因为你这半年我仿佛变成了全新的人。可更因为如此，威尔才更加不愿拖累伊莎，也不愿成为任何人的累赘。他还是没有改变去瑞士的想法。
come with me. No. You're so selfish. And now you want me to come and watch the worst thing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I wish I had never taken this cheap job. I wish I had never met you. Louisa! 第二日，他们踏上了回家的旅程，而原本笑容满面、叽叽喳喳的伊莎，一路上却没有说一句话，即便对方就在眼前。不一会儿，他们便顺利地到达了家乡，而看着儿子满脸开心的模样，他们都以为威尔改变了想法。父亲兴奋地邀请伊莎留下共进晚餐，可早已心碎的伊莎随即却转身离去。他们这才意识到结果可能并不好。回到家后，当姐姐看到伊莎疲惫的模样时，就已然猜到了结果。或许只有姐姐知道，伊莎这6个月究竟付出了什么，无法改变威尔的决定，这让伊莎陷入到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而父亲则告诉她，想改变别人并不容易。And what can you do? You love them. No one could have done more than you. 既然改变不了，那么不如好好的去爱他。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送别爱人的旅途，而这也是威尔最后的愿望。然而当他鼓足勇气敲响房门时，没想到大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伤。或许面对威尔的抉择，只有这样坦然的面对，才是对威尔最大的爱意。伊莎打开了房门，阳光洒在了威尔的脸上，随后两人相拥在一起。伊莎贪婪地感受着威尔的心跳和体温，说不出一句话，可威尔却唱出了伊莎之前唱过的童谣。因为他早已将伊莎的一切都记在了自己的心里，对他来说，或许只有这样才是爱他们和爱自己最好的方式。转眼春去秋来，而那片最为嫩绿的树叶，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后，也终将由绿变黄，最后随风飘落，如同威尔一样。而伊莎也带着威尔的梦想，来到了他曾向往的巴黎。在这里，他收到了那封威尔留给他的遗书。Here it is. When you get back home, Michael Lawler will give you access to a bank account that contains enough to give you a new beginning. Start panicking. It's not enough for you to sit aroun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but it should buy you your freedom. Live boldly, Clark. Push yourself. Wear those stripy legs with pride. Knowing you still have possibilities is a luxury. Knowing I might have given them to you has eased something for me. You are scored on my heart, Clark. And when you get sad, just live. I'll be walking bes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Love will.